Action， 争取一遍过。对着镜头自然流畅的表达，看着很难，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真挺难的。那些天赋型选手除外啊，我是真的一点都不行。对我来说，这个事儿就很难。但是你看我此时此刻，我能一边走路一边录视频，而且还挺顺的，画面也很高清，也很稳定。我其实没有背稿子，也没有 NG 很多次，我就是把 Ace Pro 2卡在了手机上，然后就拿着它边走边录就行了。Ace Pro 2呢，这个时候在拍 4K 60帧的高清视频，手机 App 在提词，我只是在念稿子而已，就这么简单。很多博主看的好像口齿伶俐、口若悬河、口才惊人，其实都是在念稿子。方法确实简单，如果你对画质和稳定性没啥要求 ，Ace Pro 2的不需要，你只要掏出手机就行，前置摄像头加悬浮提词器就搞定了。那么问题来了，2025年劝人做博主是积德还是缺德？看情况。说实话，没有人劝我，我是自愿裸辞全职干的。这背后的动力是这件事容易上手，足够自由，而且上限足够高。但是啊，凡事都有但是，风险也大，坑也多。听我慢慢跟你说，这2年我还是拿到一些结果的。比如说油管有23万粉丝，胆囊息肉有6毫米，还有高尿酸、高血脂、甲状腺结节。我不希望你们也拿到这些不好的结果。我们先聚焦一下，博主、自媒体、主播是不同的概念，你可以先思考一下他们仨的区别，尤其是博主跟自媒体的本质区别。我的经验和方法仅限于做博主，就是做视频、换播放、攒粉丝，最后通过几条路子变现养活自己。首先，做博主这个事儿，从下场到拿结果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不像主播，你会看到很多美女小姐姐，她不用作品，做着就行，第一天就打赏进账。但是做博主不一样，可能半年都见不到1分的回头钱。你花2万块钱买的相机镜头，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本。所以低成本启动很重要，别花大成本搞硬件，最多买一个性价比高的能够应付多场景拍摄需求的 Vlog 相机就够了。再一个，做博主这个事儿是主动选择，不是被迫尝试。你要是现在没工作，你不知道干啥，别想着 all in 做博主，半年甚至1年没有收入，各种压力都来了，很难扛的。我能扛住是因为我是主动选的，试1年不行，我是有信心再找一个年薪30加的工作的。当你知道这条路不是赚快钱，也是主动选择的，那就是提前构建自己的第2增长曲线。所以除了低成本启动，还有一个就是 Plan B 启动。那接下来矛盾就出现了，也是所有人入坑的最大障碍，没时间。真的没什么技术难度，主要就是没时间。因为要你在主线任务之外再挤出时间做视频，脚本、录制、剪辑、封面都是你个人，一分钟的成片最少投入2个小时，你1周能挤出几个小时？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很多人难在没时间。要是3年前，我不会劝你干，因为确实有点难。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相比于3年前，现在的软硬件条件都太好了。软件方面有 AI 辅助你的整个工作流，硬件方面有各种便宜全能的 Vlog 相机，加上各种变现模式，现在其实都很清晰。还有谭东东在这掏心掏肺的分享经验，所以做博主这个事儿可以干。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做视频应该是当下我们普通人唯一可以利用的财富杠杆。你没有资本，也没有好的创业想法，也雇不起人帮你干活，那你唯一可以利用的杠杆就是边际成本为0的产品，像代码、书籍、视频，这些都是。比如说余华靠活着活着，他干1次就能卖无数次，那这个就是边际成本为0的产品。但是目前写书、写代码在 AI 面前确实有点难以生存，看书的人太少，加上 AI 代码能力又太强了，所以做视频、做有信息密度、有附加价值的视频是比较好的选择。其实理性的人都明白，用刷视频的时间来做视频绝对是划算的投资行为。视频背后的商业本质就是看视频的补贴做视频的，因为时间、注意力就是钱。也是差不多3年前，我从刘润的公众号里面学到了一个531模型，我当时还记了笔记，看5年，想3年，认认真真干1年。我当时就认真干了，虽然说走了1年的弯路，好在及时醒悟，具体走了哪些弯路等我再讲。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可以干，而且可以低成本的高效的干。目前最佳的工作流就是手机加 Ace Pro 2加 AI。一说到拍视频，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低估了手机，高估了相机。预算低你就用手机，手机摄影现在很强了，有长焦，有微距，还有各种剪辑的 app。你看我坐地铁的时候也没闲着，用 Flowmo 笔记就把脚本给写了。我也习惯在笔记软件里面建个标签，想到跟视频主题有关的点子就随手记一点，很方便的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包括我现在呈现的画面，就是用一个博挂支架加 Ace Pro 2轻松拍的第一视角。稿子写好之后，打开剪辑软件，点击提词拍摄，文案复制进来，去拍摄，美颜滤镜直接加上，你就对着提词念稿子就行了。口播视频就这么简单，有手机就行。当然只用手机有缺点，第一个就是比较适合竖屏，竖屏的时候提词位置跟摄像头比较近，眼神看着就比较正常，如果是横屏拍摄就不太好。第二个就是前置摄像头不够高清。第三个不是广角摄像头，人会拍的比较大。第四个不防抖，
仅仅是手持的话，画面会比较晃。但这些都不是致命的缺点，刚起步的时候凑合着干完全没问题。等你整个工作流跑顺了，剪辑的技能也稍微掌握了，你就可以把手机作为辅助，换一台全能的小相机。主要是因为手机的诱惑太大了，你本来是准备拍视频的，结果变成了刷视频。如果你希望有更好的画质、光校、防抖、收音，很简单，不需要买很贵的相机，就跟视频开头一样 ，Insta360 Ace Pro 2，翻转屏稍微开个角度，往手机上一挂就行了，你的前置摄像头就秒变 8K 高清超广角了。提词器你还能接着用，简直完美。我从众多器材里面选择了 Ace Pro 2，是因为它便宜、性能强、配件多，还有翻转屏。这里 Q 一下 Insta360，如果你们的翻转屏能够增加一个息屏提词的功能，我相信这款产品会卖得更火。那说到提词，我这里还有一个妙招，你可以用耳机提词。你提前把稿子录音，然后复述耳机里的内容，这个就是听觉提词。那你手上就只要拿一个 Ace Pro 2就好了。你别看它只有3指大小，性能强得离谱，157度超广角，防抖、防水，能拍 8K， 还有翻转屏，它只有177克，跟手机差不多。你可以边走边拍。Ace Pro 2有一个 Flow State 防抖技术，稳得很。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拍，有风有噪音也不用担心。Ace Pro 2它自带了一个智能降风噪和智能人声增强的功能，买麦克风的钱也省。就最常见的提词录口播这个场景，手机勉强能用，但搭配 Ace Pro 2更加完美。我之前走的第一个弯路就是拍摄场景搞得太重了，相机加提词器加一个 iPad 提词加一个三脚架固定，还要再找一个合适的场景，然后一本正经的坐在那拍，贼拉费劲。所以新手启动一定要低成本高效率，要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随手拍，走哪都能拍。Links 在视频里面也说，他11年前开始学摄影，8年前才开始用相机拍视频，也就是说他也是3年后才开始用相机拍的。所以别低估手机，也别高估相机。Ace Pro 2加手机足够你用。然后是 AI， 我不建议 AI 直接帮你生成视频脚本，这个谁都能干。我建议的是 AI 帮你拓展知识边界。比如我前面做的关于华为声能超节点的视频，说实话那条视频之前我连超节点是啥都不知道，什么 ME 模型大 EP 并行、Auto 通信拥堵、一卡多专家完全没听过。但是我有 AI 呀，我不耻上问，问到懂为止。这也是我觉得做博主的好处。做博主等于终身学习，等于以教为学，等于输出倒逼输入，而且学得很扎实。因为一条视频从脚本到录制到剪辑，同样的内容在你脑子里面至少强化10几遍。现在有 AI， 这个学习效率就更高了。另外 AI 也能帮你生成素材，总有 Ace Pro 2拍不到的画面，那就让 AI 帮你生成。比如说你不会 PS， 你要做封面怎么办？你可以直接让 AI 给你生成，带文字的都行。这个就是当下新手下场做博主低成本的 Plan B 的最佳工作流启动，手机加 Ace Pro 2加 AI。现在你基本上没什么障碍了，那就大胆的试试呗。不管什么场景、什么题材，前期你都可以试一试，真的胆子大一点。如果实在不知道拍啥，那你就脖挂支架一戴，相机一开，出门转转。就算你啥也不干，你就带着相机去街上走一圈，都有很多人爱看。对你来说就是纯纯的 city walk， 但是对观众来说那是另一种向往的生活。很多人向往做博主都是奔着自由职业去的，那除了时间自由，你产出内容的过程和场景也要足够自由才行。也就是说，不管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什么光线条件，你都能够产出内容。我们需要多场景快速的产出视频。比如我下班在地铁上用手机快速的写个稿子，出地铁之后开启夜景录像模式，4K 30帧自动开启夜景增强，加上它还有一个抗闪烁的功能，我就能在下班路上顺便就把视频给拍了。这个抗闪烁的功能真的很赞的。你看刚开始拍的时候灯光在闪，闪着闪着就停了，抗闪烁真的解决了夜景的一大痛点。所以夜景录像加抗闪烁就可以让你在晚上弱光环境下也能够拍到比较满意的效果。新手刚开始在室外录视频，他会在意路人的眼光，他会不好意思，那你就晚上去街上录，开启夜景录像加夜景增强，全杭州都是我的背景板，随便在哪都可以。你看我现在就在运河边，半夜12点，就路灯这个灯光条件也足够了，也没有人打扰，桌椅都是现成的，我就安心的在这录我的视频，这个就是创作自由。更多的场景自由需要配件来解锁，实力功能乘以配件生态等于多场景自由。Ace Pro 2小小的重量加方正的外形，它天生就适合加配件。它下面有一个磁吸快拆底座的设计，扩展玩法就更多了。这个磁吸快拆底座基础套装里面有一个，我建议你多买几个，多场景切换很方便。我现在开车去运河边，运河边有很多艺术街区和公园，是一条比较适合城市徒步的线路，值得去逛一逛。顺便给你们展示一些其他好用的配件。其实我觉得车里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拍摄场景，空间独立又隔音，你只需要一个吸盘的配件就好了。这个配件叫背包夹，可以夹在双肩包的肩带上，户外徒步或者登山的时候就能很方便的拍第一视角。
我觉得这个背包夹机位比脖挂支架更稳，因为我弯腰的时候视角也是跟着弯下去的，脖挂支架就不行。如果你手上有什么东西需要展示，这个机位也很方便。然后我把它从磁吸快拆底座上取下来，换上多功能折叠支架，可以手持低角度运镜，或者自拍也很方便。月初的时候我去看杭州车展，相机太重了，我懒得背，我就带了2台 Aspire 2，一个脖挂支架和背包夹拍第一视角，一个街拍套件手持拍摄，2倍无损变焦，丝毫不影响我拍美女模特。这里 Aspire 2的 4K 2倍无损变焦是通过 8K 传感器成像之后再裁切的，这跟其他会损失画质的数码变焦不一样。Aspire 2放大2倍还是 4K 高清画质。这个街拍套件我也强烈推荐，快速拆装很容易，下面预留的空间不影响它外接磁吸快拆底座。上面这个 Think Bold 的小装饰，它不只是装饰，它是个冷却接口，可以接个迷你补光灯，漆黑的晚上也不慌。如果把这个把手拆掉，它又变成了一个多功能兔笼，它侧边多了一个1/4镂孔和竖向的磁吸快接口，横拍竖拍切换很方便，而且上面也有一个冷却接口的设计。你看，就这一个街拍套件就有很多的扩展玩法，官方的配件确实是花了心思的。除了影视官方会花心思研发很多配件，还有很多第三方的厂家也会搞，这个就是生态，功能乘以配件等于场景自由。功能越实用，配件越丰富，场景就越自由，你的相机就越不可能吃灰。我们是奔着搞钱去的，是不可能让相机吃灰的。说到挣钱，做博主首要目的就是挣钱，那就以终为始，从变现方式决定创作方向。带货卖课那是大博主的事儿，和新手真的关系不大。就算你托福满分，你也卖不过彦祖的。小博主的变现渠道主要就是2个：播放、商单。如果考虑算播放的收益，最划算的还是油管。达到 YPP 条件之后，你就能通过播放创收了。一般1万播放300多块钱，还是很不错的。具体的你可以好好研究一下，我这里不方便多说。但是我还是劝你胆大一点，毕竟你关注的绝大部分博主在油管都有账号，你也可以的。如果是赚商单的钱，最好是早点瞄准自己的利基市场，就是未来你指望谁会掏钱请你做视频。有一些账号粉丝量很高，但是不值钱的，你天天发一些猫狗的视频，你是比较容易接到猫粮和宠物玩具的商单，但是你很难接到数码产品的商单，这个就是利基市场的不同。这里有个3环模型，有人掏钱的，你想做的，观众想看的；有人掏钱的，就是你的利基市场，甚至也可以说是你的定位。比如说 Links， 他的视频主要是摄影加户外，那摄影器材、户外服装、汽车出行这些都可能是他的客户，愿意掏钱请他拍视频。再比如钟文泽最近也从手机测评拓展到了汽车体验，这也是在拓展他的利基市场。同时你也会排除一些夕阳行业，比如说房地产的博主，你就别做了。我走的第2个弯路就是我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去更新思维模型的解读视频，观众也不想看，更没有甲方愿意花钱，就是我自己一厢情愿而已。而且后面 AI 出来之后，它解读的更好、更快、更全面。所以这3个环你要慢慢的平衡，你想做的未必就是观众想看的。其实最热点就是迎合观众想看的这个需求。那至于是长的还是短的，竖的还是横的，真不重要。国内平台接商单，横的竖的都挣钱，你可以都试试。再就是快速高质量的原创，用手机加 Aspire 2加 AI 这个工作流，快速的产出内容，利用好各种配件，让自己在各种场景下都能快速的创作，不要给自己任何场景的限制。启动阶段高质量的要求就是你的视频要有信息量，就是所谓的信息密度，观众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因为他们看过太多的好东西，都有鉴别能力。所以前期启动的时候，建议以2到3分钟时长的视频为主，可以兼顾信息密度和更新频率。这个视频的长度也是符合各个平台对商单定制视频的时长要求。然后是原创，很重要。在 AI 泛滥的当下，各个平台都极其重视原创，只有原创内容才有收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坚持长期主义，持续进化。做博主是个长周期的事，但是上限足够高， AI 在进化，硬件设备也在进化，你的个人能力也要慢慢进化，认认真真干1年，最后肯定能拿到结果。试试吧，管那3721，先认真做10个视频再说。祝你成功，谢谢你的时间，下个视频再见。